做过 CT 或磁共振检查吗？做过磁共振的检查 ，CT 做过的，都做过。小朋友去年做了个头部手术，所以做了很多的 CT 和磁共振扫描。当时是做的一个增强型的磁共振检查，它会有造影剂，也很长的针管，针筒也很粗，打到身体里，整体的感觉比较害怕一些。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里面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的。一到那个负一楼就很冷，一打开那个设备间，一进去就更冷，就躺在那个大圈圈里，稍微有一点点幽闭的不安的感觉。当时是3岁左右，就比较排斥磁共振的话，检查时间比较长，而且很吵，所以我们是需要用那个镇定药的。大人比较心累，小朋友也挺遭罪的。网上一看嘛，说不要超过过多次数，因为我还没结婚嘛，可能未来会考虑生孩子。大概做了40分钟。有点长，希望它能够扫描时间再短一点，然后最好是没有声音的那种，给我更加放松一点的心情，不会让我感觉到那么害怕。之前我家人也有过，图像是不是很清晰，又重做了一次，又浪费时间，这个不是太好的经历，又体验一下，辐射也多吃一遍嘛。我希望就是说可能准确度高一点。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啊 ，CT、MRI 这些词伴随着的是对未知的恐惧，但在苏州有这样一个医疗影像基地，一直致力于改善人们的 CT 检查体验。相信你看完后啊，会对这些词有了新的认知，对医疗器械啊也是多一份信任。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走进飞利浦苏州医疗影像基地，在这里揭秘医疗器械的制造，了解背后的人和科技。这里不仅是飞利浦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更是中国医疗影像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我们现在就深入产线，一起去看看吧。CT 指的是计算机断层扫描。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座复杂的大楼 ，CT 机就是一位能够看透这座大楼内部结构的超级侦探。对于需要接受 CT 检查的患者来说，能不能在一次扫描里获得准确有效的图像，让医生进行精准的诊断，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听说飞利浦的 CT 设备采用了革命性的光谱成像技术，能大幅提升诊断的精准性。我们邀请了飞利浦 CT-AMI 全球 LCM 总监，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的话，其实就是我们 CT 的整个的生产区域，而这个生产区域来说，它是 cover 我们 CT 的所有产品都在这个工厂里出厂，它的出货量占有了全球的2%以上。为了提高诊断的精确性，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能谱技术，我们在业内也是独有的。通过创新性的设计，我们实现了同时、同源、同步、同向的4能精准的诊断成像技术。相对传统的 CT， 一般来说的话，可能是单一的这种测量的维度，而对能谱来说的话，能提升到16个，一次检测就可以覆盖多功能的、多方面的这种检测。那对应的检测的数据，那个检测量，那就避免了多次的检查，查一次就够了，不用再重复检查了。第二个来说的话 ，precise positioning 可以通过就是说自动的识别，可以智能化的定义各种参数，比如说人有高矮胖瘦。特别是比如说对于脑怎么样居中等等非常重要。很多人都比较担心啊，就是 CT 设备可能会造成一些辐射。那飞利浦是怎么样针对这个东西去做一些改善的？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能谱技术对剂量来说的话，其实是显著的降低。比如说是那个扫肺来说的话，一个就是毫西弗，就扫心脏来说，我们也能达到1个毫西弗。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对于我们自然的那个本体辐射来说，你知道是多少吗？是2.4的毫西弗。哦，它比自然的还少。对。地球上普通人受到的累计自然辐射平均值为每年2.4毫西弗。一般不同部位的 CT 检查所产生的辐射量不一样，飞利浦的设备可以做到在低剂量辐射的条件下，快速准确地生成高分辨率影像。那一般情况下可能要检测2次、3次，我们一次就能达到。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会减少这个对应的剂量的一个使用。很多人都分不清楚核磁和 CT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您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CT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放射线的断层计算的一个扫描，它呢是有放射性的，但是它速度非常快。核磁共振呢，它就是一种用强磁场的情况下呢，
在人体进行一个成像，它是没有放射性损伤的，是对软组织啊、神经系统、骨关节系统等等很多的应用。对里面会有些噪音，会有些恐惧，有的比如说孔径比较小，像飞利浦的全系列都是70厘米大孔径，就不会有那么幽闭了，而且有一些环境体验，比如灯光啊、音乐的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背景啊，它就能够减轻病人的焦虑。那飞利浦我听说有个叫无业氦核磁共振的一个技术，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无业氦的磁体呢，确实是飞利浦独有的一个技术。我们常规的磁体呢，基本上是需要一个1500升的一个液氦，基本都是全靠进口的。而对于我们这个飞利浦的无业氦这个磁体呢，它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也不是完全不需要我们可以是忽略不计。它因为只用7升，相当于传统磁体的0.5%。传统的磁体呢，整个使用生命周期中呢，有70%的失超概率啊，液氦就突然就挥发掉了，就不是超导状态了，就没办法工作了。明白？你不只是浪费了液氦的钱，也浪费了很多维修的人工时间成本。还有一个无业氦的好处呢，它重量啊，相对于传统的磁体呢轻差不多900公斤啊。各种复杂呢安装的环境呢，它都可以适应。还有呢，第3点呢，就是无业氦磁体呢，每一台在它生命周期中呢，它可以减少2氧化碳排放量5.1吨，非常环保。第4点呢，就是无业氦的磁体呢，磁场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更好，也是那个高质量的图像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保障，就是更精准、更稳定。对，更稳定。飞利浦医疗苏州影像基地呢，基本的核心部件都是在自己设计、研发、生产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不是就是核磁共振设备的一些零部件的？对，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核磁这方面有一些。比如我们功放啊，都在这边去弄，当然线圈呀也是在我们这边去生产。后面当然还有更隐蔽的，我们就是刚才讲的无业氦的磁体的专门的会有一个车间。最后呢，部件包括磁体各个核心部件都生产好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个组装的生产线啊，生产的bay里面呢进行组装调试，然后就是出厂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无业氦的核磁设备 MR5300，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灯带呀，还是比较大的孔径呢，还是能够减轻病人的这个幽闭的感觉啊。它也有那个交互式的一个触摸屏，可以训练和引导操作员呀去摆放的一个病人啊。那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就是很有节奏的。这个呢是保证那个磁体呢。一直处在那个4K 啊，绝对温度4K 的一个情况下，是磁体冷却系统的一个声音啊。我们的技术人员每天早晨到公司，你要看看听听这个声音还在不在，不在的话就要打公司的400维修电话了。在飞利浦苏州医疗影像基地，创新的火花不断迸发。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 CT 和 MRI 设备，以及先进的技术和出色的性能，在全球医疗影像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想象一下，一个曾经只有10个人的研发团队，如今已经壮大到200名科研精英，其中超过一半是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顶尖人才。他们在这里用智慧和汗水，将一个个想法转化为现实，推动着医疗影像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从一开始，我们从海外派驻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同事到这里传帮带。慢慢的，不管从技术人员还是管理人员，你走过这个工厂，你基本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我们本土的这个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国是我们全球飞利浦第2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一直有计划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供应本土市场的制造基地，包括研发中心。我们基本上已经在过去的几年，把我们全球不管是低端、中端和高端的产品已经全部转移到这个苏州制造基地里面了。这个工厂主要是聚焦在大型的影像设备，包括 CT 啊、核磁共振啊、血管造影啊、超声啊。整个飞利浦在全球 CT 的一个产量有2/3
都是在苏州工厂做的，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中间遇到过有些什么困难，是怎么克服的？医疗行业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对吧？你要发展起来，其实是有一个很痛苦的学习曲线要经历的。前一段时间其实是很难熬过来的。其实，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中国的供应链在整个苏州，其实当时主要集中在 IT 的产业，其他的一些快消品的这个产业，从大型医疗设备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的。当然，这些困难也催生了我们要下大决心，把供应链要更多的转移到中国，转移到这个苏州制造基地的周边来支撑我们叫 end-to-end ecosystem 里面来。中国人的一些特质，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授权和资源，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说是一种中国智慧，中国式智慧是吧？对，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在哪个领域，我们其实都是一个迎头赶上的过程嘛。从 better care for more people 这个角度，首先我们第一个还是要关注在 better care 这个角度，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产品的技术的先进性。最重要的还是精准的诊断。我们要把这些高端的技术能够以一个中国市场能够支撑的这个价格推动到我们的市场上面去。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为中国市场也推出了很多价格不怎么高的，但是能力又足够强的这个产品。从这个角度的话，去提供县级医院或者更下级的医院这样的能力，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是我们飞利浦正在做的事情。但是你们怎么去做那个平衡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做平衡永远不能在安全和质量这个上面做平衡，更多的成本降低是通过研发的这个创新。第二个，供应链的转移，从更贵的国家转移到更便宜的国家。第三个是通过规模化生产，原来你一年只做100个，你现在做1000个，安全和质量是红线，在这个基础上去推动你研发，去创新你的供应链的转移，你的规模化的生产，这才是最重要的角度。我们应当相信，医疗检查不应该是一种负担，而是通向健康生活的桥梁。从供应链的优化到全球研发的参与，飞利浦苏州工厂正成为全球医疗影像设备的重要生产和研发基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离不开飞利浦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以及对本土化战略的坚持。今年，飞利浦将继续秉承 Better Care for More People 的愿景，希望更多的普通人关注、了解健康问题，共同迈向人类更加健康的未来。